26岁的生日当天，我放下了跟相恋7年男友结婚的执念，转头嫁给了暗恋我10年的竹马。因为陆之行为了救他白月光的女儿，害死了我的父亲。快，都让开！爸，你撑住，我们已经到医院了。爸没几天活头了，唯一的心愿就是走之前能看到你跟之行结婚。我结婚，我会结婚的。7天后，我的婚礼会举行的。爸，你撑住，快走！医生！护士，医生呢？我爸心脏病复发，快不行了，求你们救救他！你不知道吗？所有值班医生都被陆氏总裁陆之行给叫走了。什么？听说是他白月光的女儿海鲜过敏。护士，麻烦你先把我爸送去急救室，我去找医生。你别怕，我让妈妈都陪着你呢。志行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一环，爸爸，甜甜好难受。志行，甜甜在叫你。哦，甜甜别怕，咱们看完医生就好了。走。我没事，麻烦你们让一下。志行，让一下。志行，陆志行，你回来！志行。接电话！陆之行携神秘女伴出席慈善酒会，拍下天价本钻，二人疑似好事将近。陆之行，这就是你准备给我的生日惊喜吗？依然哥，你的求婚还算数吗？黄欢，你愿意嫁给我了？没错，7天后我们举行婚礼，求求你帮帮我。我爸现在心脏病复发，急需要医生抢救。我来安排。谢谢。陆之行，没想到在一起7年，我都没能捂热你的心。一欢，别看了。他是谁？计算机系的系草陆之行，想追他没戏的。为什么？自从白月光丁瑶出国把他甩了，他就水逆封心了。很多女生想追他，没一个成功的。或许我可以呢。陆之行，喝水。你别不理人嘛，我认识一下，我叫江一欢。醒酒药来了。陆总。小耀，你回来了。我不是丁瑶，我是您新来的秘书江一欢。你喜欢我？嗯。做我女朋友吧。我爸身体不好，反正咱们早晚都要结婚的，只是提前领个证而已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
公司快上市了，我很忙，没空去领证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捂不热的心，那就不捂了，总不能让我爸带着遗憾去世。医生，我爸情况怎么样了？错过了黄金抢救期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你进去看他最后一眼吧。何涵，何可，是爸没有，没能撑到你结婚的那天。何耀涵想交代给知行。他现在就在里面，我去叫他。爸，你等我。陆之行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接电话。志行，谢谢你同意我的提议，让所有医生来给甜甜会诊。我刚回国，也没有朋友，要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都是老同学，这些是我应该做的。爸爸，这是你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吗？志行，你还记得我的生日？不是，这个是我给易欢准备的求婚礼物。求婚？你要结婚了？结婚啊，还早呢。求婚有利于公司上市。再说了，易欢她老是催着我结婚，我听着都烦死了。所以呢，打算在她生日的时候跟她求个婚，哄哄她呗。给叔叔道歉！妈妈怎么教你的？未经同意不能随便动别人的东西。没事没事。对了，我刚刚好像在急诊看到易欢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别！怎么了？我刚刚去缴费，看到江一欢带着他爸来看病了，我就替你问了医生，医生说只是小感冒，已经出院了，你别太担心。啊！爸爸别走！哎，甜甜，知行，我前夫走得早，甜甜每次哭着喊爸爸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就当帮帮老同学，留下来陪陪甜甜吧。爸爸，甜甜惹妈妈生气了，你快亲亲妈妈，替甜甜哄哄她，求求你了，好吗？陆之行，陆之行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爸心脏病复发，快不行了，他现在只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哎，江一欢，你骗我回家陪你，理由别太过分了。要是你爸真不行了，你让他去找医生啊，找我干什么？我没有，我爸现在就在手术室里，你常跟我去看一眼就知道了。知行，甜甜需要你。爸爸，你跟丁瑶有女儿了？不是，这是她跟她前夫的孩子。那你跟我走。哎呦，我不能走。瑶瑶她刚回国，她前夫又去世的早，这孤儿寡母的也太不容易了呀。我得留下来陪他们。我爸真的快不行了，你去见完他最后一面再陪他们不行吗？算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好了，你能不能别在这里胡搅蛮缠了？大家都是同学一场，你怎么就不能大度一点呢？好了，再过7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乖，你先回家。甜甜还看着。小英，你到底还在对他7天10？怎么没有不执行？我们结束。知行，江小姐好像真的生气了，要不你追上去哄哄她吧？不用，本来也是他撒谎在先，用不了2天，他就会过来找我认错，主动来找我求和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把知行叫来你身边，
完成你的心愿。大哥，知行他平时工作忙，别让他为我这个糟老头子耽误工作。以后他一定要醒。你还没能看到我结婚啊，爸！爸！婚礼筹备好了，你东西收拾完记得打电话给我，我来接你。好。江一欢，你还知道回家呀？这7天你去哪了？电话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殡仪馆。你还演戏演上瘾了是吧？不就是我那天晚上陪着丁瑶母女没有回家吗？你至于因为这么点小事儿，反复用你爸的病情来骗我吗？江小姐，你回来了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还穿着我的衣服？他刚回国，没地方落脚，所以暂时在家里住着。等他找到了地方，他就会搬出去。江小姐，我刚搬过来，还没来得及买东西，所以就穿了你的睡衣。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吧？江城那么多酒店，他会没地方落脚？甜甜撵我，这家里酒店来回跑不方便。你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斤斤计较吧？我斤斤计较，就因为你满心满眼都是丁瑶母女，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害死了我爸。你害死了我爸！江一欢，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？因为吃醋就一再的受你爸死，你小心一语成谶。你发什么疯呢？知行，你没事吧？陆之行，我们分手吧。江一欢，你25岁了，已经不是小孩了，你能不能别总把分手挂在嘴边？你觉得你跟我分手之后能找到更好的吗？我告诉你，除了我，没有谁能够包容你的情绪。要不我还是搬出去吧。要是因为我和甜甜影响了你们的感情，我会内疚的。哎，这是我家，我让谁住就让谁住。江小姐，那就要打扰你和知行这段时间了。这是补偿那晚没有在家陪你的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最讨厌无理取闹的女人。明天公司有个上市酒会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你记得来。爸爸，甜甜饿了，可以带甜甜和妈妈去吃饭吗？走吧，你自己在家里好好反思。啊。老人送的礼物，虽然他忘了我在史前是红色，但心意收到了。公主殿下，恋爱1周年快乐！酒精过敏，还敢帮我倒酒啊？我吃过药了吗？而且你胃不好了，我总不能让别人灌你酒吧？
你在烧什么？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。以后没有意义的东西，该扔就扔，别在家里乱扔。不会了。你一会儿记得把院子打扫干净。甜甜刚出院，身体差，闻不得这种烟熏火燎的味道。你平常睡眠前，甜甜在家里会吵到你，你还是去酒店住几天吧。不用了。你还在生气啊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打算搬出去住几天。哪吒，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跟一个小孩吃醋生气的？我知道这几天你觉得自己是委屈了，所以啊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明天你记得一定要来酒店。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什么？爷爷你就知道。这就对了吧？等会儿呢，我回来帮你收拾行李，带你去酒店。爸爸快来！去吧，甜甜还小，正是需要父亲陪伴的时候。我就知道你最善解人意。这么大排场，发生什么了？可能是谁结婚吧。都收拾好了吗？这些事，彩礼，我们结婚比较仓促，这该有的五金和彩礼总不能亏待于你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从小我妈就盼着你进门，这是属于你的。这是你最喜欢的月季，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电话不接，人也不到，又在闹什么？陆总，会场和求婚仪式都准备好了，江小姐喜欢什么花？红玫瑰。哎，你看到了没？新娘子好漂亮啊！听说两人青梅竹马，男方暗恋她10多年，为了娶她，彩礼都给了几千万，真羡慕。江一欢小姐，请问您愿意嫁给林毅然先生为妻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喜欢。等等，妈，怎么了？在一欢说愿意之前，我也有几句话想和你们说。莫名其妙吧，你这人！不好了，江小姐和别人结婚了。怎么可能？是真的。
全江城的媒体都在直播这场世纪婚礼。去查他们在哪个酒店。是。就像公司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要去哪儿？上市取消。你疯了！为了公司上市，你整整奋斗了7年，现在临门一脚，你说要放弃？今天晚上的宴会就是为了向易欢求婚准备的。如果他人不在，这个晚宴将毫无意义。不行，不行！易欢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她温柔懂事，善良大方。我最高兴的事情啊，就是易欢能成为我儿媳妇。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易欢能成为我儿媳妇。我就说两位新人的名字这么像，原来是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呀！能让江城财富榜1最有权势的林总深情这么多年，新娘才是有本事的那个呀！没想到我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。儿子，易欢肯嫁给你，那是你的福分，你可得惜福。要是让她受欺负，那可是不了你。妈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的。婚礼继续。江一焕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嫁给别人。哎，陆氏科技的上市取消了，好像是陆之行的白月光回来了吧？之前还在公司为他设计了员工托儿所，看来这回白月光又出事儿了吧？欢欢，你是后悔了吗？没有，我跟他已经是过去了。我既然决定嫁给你了，就不会后悔。林毅然先生，请问您愿意娶江一欢小姐为妻吗？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疾病，都不离不弃。我愿意。江一欢小姐，请问您愿意嫁给林毅然先生吗？我愿。他不愿意。江一欢，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，背着我跟别的男人结婚。没错，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为了刺激，找个男人假结婚。这谁呀？大喜的日子跑来闹事，真是晦气。好像是陆氏科技的总裁陆之行，不过他和江一欢有什么关系？跟我走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任何人都别想带我离开。婚礼无效。只要你今天愿意跟我回去，我可以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不知道陆总今天想以什么样的身份，将我的老婆从我的婚礼上带走？她是我女朋友，是前女友，我们已经分手。我没同意。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现在才想起来我是你女朋友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在陪着你的白月光和他的女儿玩过家家。原来你还在因为丁瑶的事情跟我吃醋生气。你不喜欢他们住在家里，我让他们搬出去就行了。只要你跟我回去，我就可以原谅你。我不稀罕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在一起7年，感情一直都很好。还是说是他逼你跟他结婚的？跟他没关系。从始至终，这场婚礼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害死了我爸。你为什么总是拿叔叔的病来开玩笑？你自称是欢欢的男朋友，对他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你们之间的问题根本不止一个丁瑶。
自己看可不。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如果不是你为了救丁瑶的女，把医生全部带走，我爸现在肯定好好的活着，开心的参加着我的婚礼。欢欢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爸他真的已经就……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如果你当初给我打电话的话，我一定会……你当时满心满眼都是丁瑶母女，怎么可能接我的电话？都到这个时候，还在推卸责任，根本不配做欢欢的男朋友。依然，让宝贝把他赶出去，我不想再看见他了。欢欢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。你别闹了，跟我走吧。你害死了我爸，还想让我和你在一起？我说了，那是意外，而且今天是你爸的头七，你非要在这样的日子里结婚，让他死不瞑目吗？最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你。爸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把知行叫来你身边，完成你的心愿。别哭，知行他平时工作忙，别让他为我这个糟老头子耽误工作。欢欢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爸爸，我已经答应你两个的求婚，你放心。江叔，我喜欢一欢好多年了，她愿意嫁给我，我很开心。我和她结婚以后，我一定会尊重她，爱护她，照顾她。江叔，我希望你能够允许她嫁给我，好吗？好，你是江叔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以后有你照顾欢欢，我也能放心了。你跟他以后一定要幸福。可是我们在一起7年，论感情我们两情相悦，我才是能给你幸福的那个人。你不是想结婚吗？我们今天就可以去领证。这个戒指是我专门为了跟你求婚拍来的。是吗？一欢，我是真的爱你啊，才能嫁给他。不稀罕，是垃圾桶，什么丁瑶不要的我都会收。不是的，这枚戒指它是……陆之行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从你害死我爸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结束了。我不爱你了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。老公，把这个破坏我们婚礼的人赶出去！害死了新娘的父亲，还敢来对她纠缠不清，真不要脸！这男人就是贱，失去了才知道追悔莫及。新娘子干得漂亮，这种男人不值得原谅。哇，一欢，你不能对我这么绝情！对不起，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耽误了婚礼的流程。刚才你问我愿不愿意嫁给林依然先生为妻，我的答案是我愿意，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疾病，都不离不弃。我宣布，林依然先生和江一欢小姐正式结为夫妻。现在，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 You're the right time, the right moment. You're the sunlight, keeps my heart going. Ooh,
know when I'm with you。穿高跟鞋站了一整天了，累坏了吧？志行，我脚好痛啊，我想先回家休息了。你怎么这么娇气啊？你先忍忍，等今天签完了合同，我给你放个假，好好休息。还好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和阿姨在忙。老公都叫过了，现在才害羞，是不是晚了点？我才没有害羞呢，我就是一时间有点不习惯。那趁早习惯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吧。我们家欢欢这么想嫁给我，我是为了让陆之行死心，也是为了让你安心。那你这是向我表决心喽？哎呀，我很高兴林太太愿意给我安全感，但是我前段时间不小心把证件给弄丢了，补办的话还需要1个月呢。但是我们今天的婚礼呢是全程直播，现在全江城的人都知道。你是我老婆，林太太，你逃不了了。你干什么？放心，在你没有答应我之前，我是不会碰你的。咱们来日方长。我去隔壁午睡，你早点休息啊。爸爸，甜甜好难受。世行，甜甜在叫你。哦，我刚刚好像在急诊看到一欢了，我得过去看看。别！怎么了？我刚刚去缴费，看到江一欢带着他爸来看病了，我就替你问了一声，医生说只是小感冒，已经出院了，你别太担心。世行，你回来了。我给你煮了汤，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喝完早点休息。为什么骗我？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喝完早点休息。为什么骗我？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把易欢他爸的心脏病说成是感冒？我也是听护士说的。听说？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乱传话，害得易欢他爸含恨而终。你走吧。志祥，你要赶我走，可是我现在只有你了。我们两个早在7年之前就已经结束，我爱的人是易欢，我们两个这样藕断丝连不合适。可是我已经让助理帮你找好房子了，你有什么需要就去找他。志祥，丁小姐，请吧。江一欢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是绝对不会就这么放弃陆太太的位置的。易欢跟易然的关系查清楚了吗？还有，他们为什么会突然结婚？查清楚了。林毅然和江小姐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虽然是因为江老鱼院才举办的婚礼，但我查到他们目前并没有领结婚证。没有领结婚证？那是不是说明
易欢的心里还有我，他只是因为他爸去世在跟我赌气，我还有机会。当年江秘书放弃成为顶尖设计师的机会来陆氏帮你创业，肯定是爱你的。或许只是最近对你感到失望，所以才解封。只要你好好哄哄，他肯定愿意回到你身边的。没错，易欢的心里肯定是爱着我的，我一定要把他追回来。现在正好吃早饭了。你起床吃饭怎么不叫我？是先生说怕您昨天累着，所以不让我叫你起来。欢欢对酒精过敏，以后不要再做酒酿了。好的。我这个过敏会越来越严重吧？谁让你自己管不住嘴的？谁知道酒精过敏是连酒酿都不能喝的？我不会毁容吧？要是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？要真嫁不出去的话，那我娶你。你以后就不能早点起来做早饭吗？我都快饿死了。我昨晚加班忙太晚了，再加上感冒了，所以才起晚的。别说我不关心你啊，酒酿蛋花汤驱寒的，喝吧，别影响工作。你还记得呀？你哭的时候又好笑又可爱，想不记得都难。快吃吧，吃完我送你去公司啊。我可以自己去的，而且你要是碰上了陆之行，多尴尬呀！谁规定说投资人不能去视察自己投资的公司啊？投资人？可是我在陆氏7年都没有听说过。因为是林总找人代持的股份，他听说您跟陆总在一起了，怕对方给不了您好的生活，让您吃苦，所以才力排众议投资了陆氏。目前是陆氏最大的股东。吃饭的时候不聊工作。原来他偷偷关注了我这么多年。真不让我上楼啊？办个离职手续而已，很快的。你想去哪儿？离职报告我已经提交了，记得我也审批一下。我不同意，我们谈谈。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，该说的话昨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。你以为你跟林依然逢场作戏，举办了一场假的婚礼就能甩了我？谁告诉你我跟林依然是抢结婚的？你们没有领结婚证。一环，你心里还有我。陆之行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跟依然没有领结婚证，只是因为他证件丢了，补办需要时间。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，你们没有领结婚证那是事实。我跟我老公领没领结婚证跟你没关系，你只是我的老板而已。很快你连我的老板都不是，即便你不同意，离职报告也会在1个月后自动生效。你确定要走？没错。好，那你准备好1个亿的违约金吧。入职时签的竞业协议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不要脸！无奸不商。你作为陆氏科技的董座，掌握了公司不少的核心机密。我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保障我自己的权益吧。而且，林毅然给了你上千万的彩礼，你让他再拿出来1个亿帮你在陆氏赎身，应该不难吧？
我已经结婚了，你这样对我纠缠不清下去有意义吗？你喜欢丁瑶，我已经给你们让位置。我已经看清楚了，我喜欢的人是你。是我之前跟丁瑶藕断丝连，确实不合适，但是我已经让她从家里搬出来了，她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是你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发现我最好骗了。我知道叔叔去世，你一直在恨我，但是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还有1个月，劳动合同就到期了。如果1个月以后你还是要决定离开，那我绝对不会再阻拦你。一欢，我是认真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毅然哥帮了我这么多，不能再让他替我操心破费了。好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公司晚上有个应酬，你陪我一起。秘书部的员工不止我一个，我刚结婚，还请陆总找别人吧。抱歉啊，欢欢，今晚不能陪你回家吃饭了。项目忽然出了点问题，我得加班。那你先忙吧。现在没有理由不去了吧？忍，还有1个月就结束了。好，陆总，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丁瑶是人事招来的，我不知道。陆总想用什么人都可以，用不着跟我解释。晚上的应酬，你跟着一起来。好。这个项目对公司非常重要，周总喜欢少妇，到时候你有点眼力劲儿。好。欢欢，什么时候下班啊？要不要我来接你啊？哼，林毅然不是挺有钱吗？连司机都请不起，还亲自来接你。有钱和有心是两码事。我老公来接我下班，我开心又感动。陆总倒是有钱，不也还让自己的白月光当司机啊？陆毅。世祥，你先去救江小姐，我没事的。说什么傻话呢？甜甜现在还小，不能没有妈妈。哎，瑶瑶，瑶瑶，世祥，你救救我！一欢，一欢，世祥，你冷静点！放开我！火灾这么大还发生爆炸，他肯定已经死了。我不许你这么重！一欢，有火灾，别急，那火势那么大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是我跟一欢的定情信物。公司现在刚起步，我还买不起钻戒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一定补给你一个更大、更漂亮的钻戒。戒指的价格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心里有我。我就是要第2次失去你，我。
See through your eyes, know which one you I say for now, stay so long. 간절한 빛을 내던 별빛도 함께 맞던 아침도 너를 안고 있어도 넌 여기 없고 你没事儿？太好了。 타고난 죄만 있잖아. 아무래도 좋을 빛에 비친 유리창도. 他怎么样了？吸入过多浓烟、缺氧导致的晕厥，醒来就没事了。那就好。知行，我的头好痛。你先忍忍，我现在马上给院长打电话，让他过来给你看看。一欢，你醒了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知行，你先去救江小姐，我没事的。说什么傻话呢？甜甜现在还小，不能没有妈妈。 江一欢，你以前看男人的眼光真是烂透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结婚了，当然是回家。哎，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要是还是因为刚刚的事情不开心，我可以跟你解释啊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不用给我解释那些。甜甜她没有爸爸。 他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呀！你妈在你小的时候因为车祸死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我只不过是不想再看到这种悲剧再次发生。你想当胜负你就当，别道德绑架我。虽然我是知行的初恋，但他现在爱的人是你呀。如果 你真的讨厌我的话，我别碰我！瑶瑶，我已经不爱陆之行，所以，即便你在我面前强调10000次你是他的初恋，也伤害不到我了。我真的没有想伤害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和知行和好。你要是真的想让我跟他和好，那为什么要在我爸临死前缠着他，毫无边界感的住进陆家？ 然后让你的女儿一口一个爸爸的叫着他。不过现在都已经没关系了，早就不要他。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坏女人，不许欺负我妈妈！甜甜，坏阿姨，为什么要把妈妈和甜甜 从爸爸家里赶走！你别太过分了。就算你讨厌丁瑶，你也不能对甜甜动手啊！江小姐，你有什么气冲我来？甜甜还小，她只是个孩子。江一欢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明明是你有错在先，你还敢动手打人？眼睛不用，可以拿去捐了。 我没有对他，只是抽手。你要是真把她当女儿看，就少拿她当枪使。你，王助理，你先把甜甜带下去。去吧，甜甜。一欢，对不起啊。 刚刚是我错怪你了，我现在就让丁瑶给你道歉，你别走好吗？不需要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明明已经给你认错了，你就不能退一步吗？是，我承认我因为丁瑶冷落了你。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那我以后就不这样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
我以后一定会改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放弃的。什么时候？陆之行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接电话。在你陪着丁瑶母女的时候。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的？我怎么没有接到？是你挂了一环给我打来的电话。是你挂了一环给我打来的电话。我没有，那天是你手机没电了。对，一环，那天是个意外，你这份大度一定会原谅他的，对不对？就凭你轻描淡写的一句意外，就能替丁瑶开脱他杀人凶手的罪名吗？江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想让甜甜的过敏快点好，所以才调走所有医生的。志祥，你快帮我解释一下。你女儿的命是命，我爸的就不是了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江小姐，你打我吧，只要你能解气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千万不要再受志行的气了，他是真的很爱你。别在这里假惺惺的替你们对方开脱了，你们都不无辜，都是杀人凶手。该跪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我爸。你要真想忏悔，就应该在我爸的坟前跪到死。志行，我的头好痛。瑶瑶，小耀他不是故意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既然你那么想当护发使者，那你替他去跪啊！大家都是同学，瑶瑶已经知错了，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别在我面前提同学这个词，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，我觉得恶心。他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觉得如果再不认错，白莲花的嘴脸就要败露。依然哥，依然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会有急事要去吗？你最重要。林总听说您出了车祸，急得不行，就放下工作，第一时间来看你了。这种谎话连篇的你，只有你这样愚蠢的人才会相信。林依然，你替江一欢打抱不平，我没意见，但是你少在这里诋毁瑶瑶。你还是看完照片之后再说话。不要！原来你当初出国不是为了治疗胃癌。不是的，这些照片都是假的，这是你依然为了替江一欢出头，故意 P 出来骗你的。都说女儿长得像父亲，是不是 P 的，看他女儿不就知道。你骗我！啊！我没有。要不是金主破产了，我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带着女儿回来找你了吧。他既然可以为了金钱抛弃你，自然也可以破坏你跟欢欢之间的感情，挂掉最后一通电话。竟然都是你干的！陆之行，你打我！
现在恨不得掐死你！如果不是你，一欢他怎么可能会离开我？明明是你3心2意所把他弄丢了，凭什么赖到我头上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出现只是加速了你们感情的节奏而已。不好！你早就说过要娶我了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位置而已。你闭嘴！陆太太只能是一欢。那你倒是问问他江一欢愿不愿意嫁给你。一欢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听信丁瑶的话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不值得。从你害死我爸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再也没有可能了。一欢，你不是想让丁瑶跪在你爸面前忏悔认错吗？我现在就可以拉着他去你爸坟前，让他磕头认错。你们的出现只会脏了我爸来世的路。有空记得天来。感谢这场车祸，让我彻底看清了你的嘴脸，这让我觉得恶心。我们走。不，小欢，你答应过我，要在公司待完这最后1个月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给我滚！你到底还想跟欢欢纠缠多久？都是因为你，要不然一欢他也不可能离开我。雨欣，你闹够没有？玉儿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竟然为了这个奸夫打我！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他是我老公，我再跟你解释最后一次，开你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只是单纯的因为你这个人已经不值得我留恋。怎么可能？你如果真的不爱我了，为什么还要留着我们的定情信物？不要！那枚戒指，搬家的时候就已经扔了。你自诩跟欢欢情深似海，居然连你们定情信物都不认得了，真的是可笑至极。萧一欢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想摆脱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！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！通知财务部，下一轮对陆氏科技的投资全面取消。田依然，你根本就不是陆氏科技的股东，你有什么资格取消对陆氏的投资？真是吹牛不打草稿。这是股东代实行，你还是看清楚再说话吧。怎么可能？陆氏集团明明是我一手打拼起来的，你怎么可能会是最大的股东？是不是你想摆脱我，所以让林依然伪造的文件？伪造文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你醒醒吧！林总就是陆氏最大的股东，如果不是为了给太太生活保障，就陆氏科技这种年年亏损的公司，怎么可能拿到30亿的投资？李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跟你抢一环的，
你不是喜欢一欢吗？我现在就把它送给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取消投资，要不然我的公司就真的破产了，到时候你也会亏损的呀。没错，但是我亏得起。浩瀚，你在陆氏工作了7年，陆氏也是你的心血，你快帮我求求李总，求求他不要撤销投资。求求他不要撤销投资。如果早知道你会害死伙伴，当初我就不会帮你盘活亏损的陆氏。我们在一起7年，你一定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我给过你和解的机会。既然你认为陆氏是靠你自己做起来的，那你就东山再起，再搞一个，让我和欢欢好好看看。我们回家。一欢，一欢，没用的废物！为了一个江一欢弄丢了总裁的位置，我才不要跟着他吃苦。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你，一欢怎么可能会离开我？公司也怎么可能会破产？秦总，这个项目您看看，只需要1000万，3年就可以回本。全子女谁不知道你的项目10头9亏，没有江一欢，你赚个屁啊！行，求你了，借我点钱吧。爹爹得了白血病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手术费。滚！你女儿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是再敢来纠缠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！不是，志祥，我求你了，给他还管你叫爸爸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，志祥。滚！志祥。第84届国际珠宝设计师大赛于昨日正式落下帷幕，恭喜江一欢女士成功拿下本届大赛1等奖。看什么呢？一些无关紧要的。